野原广志，这个背负着32年的房贷，脚臭到能熏晕全家的中年男人，他为什么会被日本连续10年评为最想嫁的男人？我将从以下几方面来解答。第一，责任与担当。小时候看蜡笔小新，总觉得广志这个人窝囊又脚臭，爱喝酒又好色，还得过痔疮。但长大后才发现，他称得上是最好的丈夫与父亲。他出生于秋田县，从小就在田野里长大。短期大学毕了业就来到大城市打拼。年仅20岁的他来到商业商社就业，后来遇到了美伢，与之生下了儿子小新。32岁的他晋升为股长，35岁养了一条狗小白，再后来生下了女儿小葵。就这样，他拿着年薪600万日元的工资，承担着一家5口的各种开销，还要缴车贷、房贷。上班为了不迟到，早晚就得搭挤满人的电车。为了写一份企划案，坐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。为了增加业务，东跑西跑。有一集，小新问美伢：“妈，爸爸的鞋子为什么都那么臭啊？”就是说啊，之前我不小心把它拿起来，结果差点被臭到昏倒。为什么会变得那么臭呢？那当然是因为他每天工作的关系，到处奔波，走了不少的路吧。虽然广志每天都很努力，但他的事业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有一集，他搞砸了公司里的一项生意，并被上级领导批评了一顿。回到家的广志十分沮丧，于是跟美伢商量想辞掉工作。美伢没有埋怨反对广志，而是安慰支持他。没关系啦，啊，是你自己的人生啊，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就好了。可以吗？真的可以吗？一定会有办法的，我相信你啊，老公。美伢。到了隔天，广志拿上了辞职信，准备去公司。这时，厨房传来吵闹声。看着小新做错事，被骂了还不气馁的勇气，这一刻让广志顿悟了。骂了又被骂，还是不气馁。等一下，青椒还没吃完呢。送给妈妈吃。不气馁。好，就算失败了一次又一次，也不气馁。好。好，太好了，这样就对了，小新。好，我要出发了。啊，今天也是好天气。早安呐，小白。好，今天我可要好好努力。老公，小心啊，慢走。妈，你要快点回来。哦，我懂了。再见。面对工作和家庭开支的压力，广志很难不戒烟消愁。有一次，他将没有熄灭的香烟放在烟灰缸里，然后睡着了，差点引燃烟灰缸里的杂物。面对美伢的教训与健康问题，广志下定决心要戒烟，并跟美伢打赌，要是输了就带全家去温泉旅行，要是赢了就由美伢出费。可是事总与愿违，看着永远应景的电视，尤其是动感超人节目，害得广志心痒痒的。烟瘾上来的广志只好带着小白去散步。到了晚上，吃完饭后，美伢给广志递来香烟，心情愉悦的广志也忘记了戒烟的事。随着母子俩的雀跃，广志这才意识到给套路了。啊，对了，我们该去哪个温泉好呢？哎，打赌已经结束了，让我抽完吧。老公，我不会勉强你一定要戒烟了，不过你至少应该少抽一点才对嘛。后来的广志抽烟的频率降低。当美伢怀孕进入临产期，看着美伢和小新来接自己下班，广志默默的有点懊悔，因为早上还埋怨着美伢做的早餐不合胃口，并且还当着她的面抽烟。于是准备跟美伢道歉，但被小新一句"我快饿扁了"给打断。就这样，一家人走在回家的晚霞之下。小葵即将诞生之际，面对担忧和压力的广志也没有点上一根，而是跟小新默默地守在门外。闷得慌的两人只好来到天台，吹吹风，缓解心情。当小葵出生后，广志再也没有抽过烟。有一次，广志无意间救下了电车里的一位女生。下车后，这位女生很感谢广志。到了隔天，两人又遇见了，两人便交换了联系方式。原来这个女生是刚上任的上班族，名叫梁子。她称自己经常犯错，挨上司骂，广志便耐心指导她。作为晚辈的梁子，面对前辈的悉心安慰，便对广志产生了男女间的情愫。到了隔天傍晚，梁子发送短信邀请广志去看电影。广志此刻也乐开了花，甚至想邀请他去吃饭，但广志的理智很快打消了此念头。不行！谢谢你的邀约。很可惜的是，我今天已经有约了。对了，梁子，要约会应该找年轻的男朋友才对，不应该找我这种欧吉桑。要吐苦水的话，随时都欢迎。叶缘。小新，你这个大傻瓜！这又不是人家的错。
第二，包容与体贴。有一集美伢弄丢了广志1个月的薪水，广志并没有责怪美伢，而是轻声安慰她。虽然说1个月份的薪水的确是蛮多的，可是再努力赚还是可以赚得回来啊。爸爸！好了好了，我只要跟你还有小新过得平安无事，其他的问题是没有不能解决的。爸爸，你也太帅了！不这么说行吗？当美伢辛辛苦苦织了一晚上的围巾，在幼稚园义卖会没有人买时，是广志偷偷买下来给自己戴上。还没结婚的两人在下雨天碰见，广志会替美伢打倾斜的伞，面对自己的岳父也是如此。胡子拉碴的广志偶尔也懂得几分浪漫。美伢，送给你的，美伢拿去，当当，送给你的礼物。哎呦，怎么讲都不太对劲呢？哎呀，奇怪了，我怎么会觉得那么紧张呢？为了小新，冒着大雪去给他买圣诞礼物；为了拍到动感超人公交，背着小新马不停蹄的追逐；为了买到小新想吃的小饼干冰，不惜油费开车跨越好几个市区。下雨天，小新和美伢来接广志。广志看着美伢的狼狈模样，当小新发射动感光波，广志也会配合小新中招倒地，反正已经湿透了。一家人索性关闭雨伞，奔跑在回家的雨天之下。第三，教育与家庭陪伴。广志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更注重于言传身教。当陪着小新去买小饼干冰时，因为是热门商品，在春日部地区所有地方都卖光了。为了让小新明白做一件事不要轻言放弃，从脚踏车换成汽车，带着小新跨越其他城市，最终在黄昏之下找到了独属于小新的小饼干冰。当小新怀疑娜娜子有男朋友了，广志也会耐心的安慰开导小新。小新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娜娜子姐姐的话，那么就算娜娜子跟别人结婚了，你也应该为她感到高兴才对啊，这才是真正的男人。当看到一群青年小混混乱扔垃圾，广志也会以身作则，立下榜样，让乱扔垃圾的人蒙羞。当小新不想收拾玩具，广志会以玩游戏的方式让小新收拾好玩具。在节假日，虽然很不情愿，但还是会抽出时间来陪小新玩游戏，把假期时间都用来陪伴家人。第四，剧场版表现。在17年剧场版中，广志跟美伢变成小孩，为了找到恢复的办法，身为长者的广志一路上照顾着家人。在搭车的过程中出现了意外，背包和钱被小偷偷走，这导致了没有钱坐车。于是广志只能在大雨磅礴中寻求路边的顺风车。为了保护家人，一个人拉着拖车，逃避外星人爱好者的追踪。当美伢不小心摔倒，广志也会像红小陪伴哄她。在家人面临危险时，广志不顾危险挺身而出。我就算变成小孩子，我也要保护这个家。在01年剧场版中，恢复大人记忆的广志首当其冲偷出电梯里的两人，给家人争取时间，阻止孩童气体扩散。在一家人的努力之下，感化了身处大人帝国的居民，从而使孩童气体指标直线下降，最终赢得了未来。在19年剧场版中，只因广志的脚臭味能给坏人带来财富，从而被他们抓走。当美伢他们找到了广志身处的位置，并准备将广志带走时，广志却一反常态，称自己在这里过得很好，而且已经跟公主定下了婚约，并大声呵斥他们离开此处。后来才知道，广志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家人。后来美伢孤身对峙所谓的公主，广志见状，赶忙让小新解开绳子，并言传身教让小新明白究竟何为人生中的宝物。小新，所谓真正的宝物，是可以赌上人生忘我投入的东西。投入就是喜欢的东西，在你长大之前，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宝物吧。那爸爸嘞？我早就已经找到了。美伢，从今以后，也请跟我结婚好吗？
在14年剧场版中，屏幕前的你试想一下，一觉醒来你变成了一台无所不能的机器人。一开始的你惊慌失措，后来慢慢适应此身体，并发现此身体带来的好处。你不再感到疲惫，也不用吃饭睡觉，只需要定期给自己添油，因此你变得事业有成，还能给妻子孩子带来不一样的体验。你感到十分的幸福。直到有一天，你正准备跟妻子相拥，但你的妻子却与你擦肩而过，抱住了血肉之躯的你。你的出现打破了你的宁静，你开始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拥有过去和现在记忆的机器人。你开始跟你较量，跟你掰手腕，跟你争夺谁才是一家之主。有一天，创造你的坏人组织威胁到了你的家人，你用尽全力守护他们，最终合力打败了大 boss。同时，你也变得破烂不堪。你拖着残缺的身子，与你进行最后一次决一胜负。你的孩子让你们两个都不能输，因此你俩僵持了很久，双方难分伯仲。直到你的妻子喊出了那一声：“抱歉了，小新，我好像真的不是你的爸爸。你要连我的才可以去努力啊！交给我吧，没问题的。谢谢你了，美伢，小葵。爸爸，我不是爸爸。不管是爸爸还是机器人宝宝，你们两个都是我最爱的爸爸。你是个好孩子，应该好好长大。不会好好长大的，会长得比刚才那个巨